里发现了不老泉。你相信不老泉真的存在吗？老人直言，保护神水的悬崖古寨是神仙所建，建那个都是说是神仙建的，神仙也是人噻，对不对嘛？为了尝一口传说中的不老圣水，我们驾车来到了贵州百里杜鹃，这里是川清人的发源地。当我们进入神仙寨，传说中的神迹被我们亲眼所见。你说咱们今天真的会找到不老泉吗？老人不就是这样说的吗？我想一定能找到的。你快来，你快来！什么？你看这个。哇塞，好幽深啊！关注上面有一个圆形的石拱门，就是我们无人机勘探的地址。没错了，我们现在挂好安全装备，准备向上攀登。现在咱们就来到了这个城墙门口，大家看，哇，这个城墙砌得非常的工整啊！这个全部都是采用大条石，用石匠啊精雕细琢修建而成。他们说这个是神仙所建的。城墙的左边呢是一道圆形的拱门啊，再看这个石头跟山体已经是融为一体了。再看这个缝啊，中间有山和土，然后这个上面明显是用人啊这样用手摸了之后勾缝的，就说明这个神仙建造的传说啊有可能是假的。再看这个城门，上面是由3块这个扇形的石头啊做的门拱，下面的门框呢是采用了2个长方形的条石啊。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寨子内部去一探究竟。哇，这里有一个甬道，血书，这边有用鲜血写的这个字啊，不知道是写的什么。我们今天呢来这个神仙洞，主要就是为了探秘这个神仙洞里面的不老神泉。哇，这明显就是一个土匪洞或者是地主洞嘛。什么神仙建造的？大家看，这里呢有一个门栓孔，这个下面也有哈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对开的石门。曾经这个上面搞一根横杠子啊，在上面做一个那个门柱孔，然后这里就可以搞一个对开的门了。这个上面有被烟熏过的痕迹，这明显是人类居住的。这里面呢堵了一半，火面那个方向呢就有非常精密的城墙，咱们边走边看。城墙呢已经坍塌了一部分，然后里面呢长起了大树，这里还有野生的葡萄藤啊。进门的这道石拱上面啊做了有个平台，这个上面曾经应该是有一个房子。哇，好精密的建筑工事，这应该是一个土匪寨或者是地主藏宝洞。这个上面真的很热啊，因为这里是面向西方，它那个西晒不得了。到了下午这时候啊，这个太阳是顶着晒，没有一点阴凉的地方。这里还长了一株桑树。我们看这个城墙，差不多是60公分宽，两边都做了有面子，中间填的夯。这当时修建这个寨子也是花了不少的功夫啊。当地人说它是一夜之间垒起来的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据说在这个河流的下游啊，有一个桥，也是一个古桥，传说叫仙人桥，也是当时建造这个寨子的仙人呐一起修建的。这个传说我感觉太扯了，有可能是年代太过久远了。据说这个寨子已经伫立1000年了，所以它真正的主人现在已经没有资料可以查到。从这里看下去呢，能够看到这个寨子的全貌。哇塞，向阳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向阳，哦，向阳还在进门的那里，那个神秘的洞穴了，就在那个方向。看这个有野山羊在这里拉了粪便，野山羊的粪便。对呀、豆子大啊。是啊。这里有灶，看到没有？这还有造星土，造星土是红色的哈。造星土，古造。这是一个，天哪，这是一个小坑吗？这有很多鸟毛，应该是老鹰叼进来的鸟啊，在里面进食过的。这里有一股凉风啊，是扑面而来。这里面洞道应该还不浅呢，风不是特别大。这有个是小坑，这个小坑要封顶了。这个就是老人说的神仙洞府啊，老人说的那个不老泉就在这个洞里面。走，咱们这时候就进去寻找不老神泉。走，穿戴好了专业装备，我们这时候就正式进洞了。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
长方形的，像是水池子一样的建筑。难道这个就是不老泉吗？不老泉已经干涸了吗？发现了不老泉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不老泉。小伟刚刚都忙翻了。哇塞！好看好看。甘甜可口，哇塞！但是这个不建议大家直接饮用啊，因为这个是钟乳石里面渗透出来的水。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讲呢，它是硬水，硬水呢含钙比较重啊，喝了容易得结石。好了，这时候我们话不多说，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，看一下里面还藏着哪些遗迹。走，出发！在火妹的正前方呢，也有一个水池，向阳那个方向也有一个水池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不老泉哈，就在这个钟乳石的后面。这是一个呈等边三角形这样布置的3个水池，其中有2个水池是已经干涸了。那边呢就是洞口，进来之后差不多是200多个平方。这边呢没有洞道，这里能看到洞口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究竟通到了哪里。这里有个裂缝下去，有个裂缝，你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哦，这个裂缝感觉还挺深邃啊，看是不是要布根绳子下去探索一下？我们从这里看过来，大家看这个下面呢是个裂缝，裂缝并不深，可能5米深啊，然后下面呢就结束了，下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骨头，然后这个上面呢是有一个洞道的。那个洞道不知道有多深，我们这时候决定上去看一下。走，继续出发。这个裂缝非常的窄呀，40多公分宽。这个下面就是我们刚刚丢石头的那个裂缝。哇，这很宽阔哟。到下面有骨头，有骨头吗？对。一些骨骸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全都是啊，应该曾经有这个土匪的个体啊，从这里摔下来了。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。然后这个前面有一条走道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大家看这个洞道很典型。哦，看这前面好像也有骨头啊。继续深入。这个上面是堵起来的，已经被那些损毁的钟乳石堵死了。然后这里这个裂缝依然很深邃，继续前进。这是一个大峡谷。继续前进，这边就好走一点了。哇塞！大家看，看这个前面是什么？哇，这里有很大的一个钟乳石云盆。看到没？不过现在已经没水了哈。哇，这个说不定这个洞道就要到头了，因为你出现这种钟乳石云盆，而且洞道再往向上走的话，就要走到源头了。看到没？我们现在找它的水源在哪里？哦，水源还在前面，那咱们继续前进。可以看到这里依然是被敲断过的痕迹，而且这个上面也有，这个看起来已经被敲断很多年了，好像是没有其他洞道了。哇，这上面，我的
的天呐！暗河改道，右边又出现了很深的一个裂缝，我以为出头了，这边好深一个洞道，好深吗？特别深。小北说前面有一个好深的洞道，我的天呐！天呐，这不知道有多深呢、哇，在这里出现了很多字，看到没？这个上面，这是古人留下的一些字哈。这里有很多小土，但是这个小土没被刨过。哦，这下到处看一下。什么时候写上去的？看到没？像煤炭一样。你看这个地上的沉积土哦，那边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洞厅，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够非常漂亮哈、哦。这个应该能点燃。哇，这边有个裂缝，盲洞了，这个下面不深了，不深了，不深了，伙计们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在这个小蘑菇钟乳石下面又找到了一个小洞道。哇，好狭窄啊！我看着都害怕。现在呢，咱们从这个洞里面测出来了啊，在里面呢，并没有发现太多的人为遗迹，也就发现了一些灶啊，再就是山口那个呈等边三角形布置的水井。这个不老泉的传说啊，我觉得不太可信，有可能呢是当时在这里熬销的人啊，因为熬销需要水嘛，他在那个钟乳石上面凿了一个水井啊，就是为了熬销所用。从这个门口的3个大消池啊，可以佐证我的猜想。但我分析这个熬销的人呢、跟建造这个神仙寨的这一批人呢、不是同一年代的，有可能这个寨子的年代更为久远。后来的人呢，到这个寨子里面来啊，看到这里有个小小的洞穴，然后就对里面呢进行了一定的发掘，把里面的硝土啊拿到这个洞口来进行提炼啊，提炼硝粉。整体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，带你揭秘更多离奇的传说。好了，拜拜。被湿水浸泡数百年的原始森林你见过吗？这个树下全是棺木。这是迄今为止保持最为完整的青瑶洞葬群，参天古树下的棺柩随意摆放，山洞深处无人下脚的场面令人后背发凉。53刻过后，无人敢靠近此处。我们在经得寨老许可后实拍记录，哪知洞内的场景氛围超过了一切电影特效。户外小北表示再也不敢去第2次。快走！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密林当中，大家看这个林子里面倒下的树，它的直径差不多有70多公分，可见这些树都是生长了100年之久。那边好多呀，就在那个位置啊，看这林子里面很多。这边就是传说中的青瑶洞葬，就在这里呢。当地人呢，把亲人送上山之后，在棺材上面正砍3刀，反砍3刀。从此之后呢，就再也不会到这个林子里面来。目前感觉还好，就是味道很大。你把口罩戴上。我要把口罩戴上。这个味道特别大。哇！天哪！小心脚下，你们。好。看一下。简直是触目惊心。这个上面呢是布满了一些爬山虎，然后棺椁上面有一些斗笠的痕迹，那个地方还有一条鱼。就这些沙木呢，它的木材主要是沙木和柏木。然后在向阳的正前方，那些上面没有藤蔓的，就是比较现代的。看这个脚下，我们走路的时候要走这个大石头上面，千万要小心一点。这边你看，你看每一个上面都会做一些那个造型，对鱼的造型。它还写的有一些农具啊什么的，包括有一些浮雕花纹啊。它应该也是跟我们土家族那边视死如是生。小心啊，你们千万要注意脚下。哇，天哪！
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景，这真的是深深的震撼。下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个脚下它是有很多年代非常久远的棺椁。哇！我透着这个口罩，还能够感受到很大一股味道。看一下。无惊无怪，无惊无怪。看一下，进入这个洞体内部，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木料码迹在这里。由于时间的原因，可能这些东西啊，摆在这里的棺椁有很多已经破碎了。咱们看这个棺椁旁边，它是做的有这样。这个棺椁上面做的有这样的井支架，如果在苗族那边呢，它这个4个角的呢为女性，但是瑶族这边的我们不太懂。可以看到，这样一直过来，到那边全都是，它的主通道是跟这么过去的。我们现在过去查看一下，小心呐，小心！哇！从这边过来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天窗，那里有光。这个洞厅高达10几米，从地上散落的石块来看，应该这个洞穴形成的年代不会超过1000年，还在发育当中的一个洞穴。从这么一直进来，有很多的棺木碎片，那里几根树根。那个树根已经垂下来了。在查阅古籍的时候，了解到以前的瑶族先民呢，在这个寨子里面，年纪大的老人过世了之后啊，同寨的人呢，会将这位老人分而食之。后来有母女3人呢，他打破了这个习俗，据说那个老人走了之后啊，他的那个女儿和他的儿子觉得把他吃掉有点残忍，将那位老人呐，给弄到这个洞里面，就是这个洞里面藏起来了。后来村里面的人知道之后就询问他，他说他的妈妈养他们太不容易了，最后他们就把这个风俗呢改为了宰牛祭亲，用一条牛来替代了他母亲的那个身体。这是一个传说故事，是从古籍里面查阅到的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据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青瑶洞藏，曾经里面是失过一次火，然后呢有上千具棺木被火烧毁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另一个大厅，这空间差不多有几10万个立方，地上有正在形成血珠的石头，这边有一个出口，我们向这个方向过去看一下。这边有一些石头被人码成了这样的柱子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这边能够看到有光，这边有一个岔洞，你去这个岔洞里面看一下。这个洞穴的洞顶呢，有好多蝙蝠。那么从这个小岔洞又会通到哪里呢？过去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一个水溶裂缝向下去的。
结束了这个洞道。可以看到，这边已经到了尽头，这就是一个水状的小裂缝。现在我们随着这个轻摇洞障主洞道继续向前前进，看一下前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。据传闻呐，以前有户外博主来这里拍摄的时候出现了幻觉，但是我这进来的时候还好，感觉一切正常。这就像一个金船呢，看这个腿，这是头，很大一尊金蚕石。这个前面好像是一个天生桥，这是一座古桥吧？这个渡槽。从这边过来，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修建年代很久的渡槽，这个上面有流水声。看这个地上的叶子啊，全部是呈这种红褐色的。这边有个洞道，看到没有？有明显的分界线。这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哦，这里也是一个洞道。看这个年代看起来非常久远了。现在从这里继续看一下，这个洞道看起来不深，然后里面也没有棺木。据说苗族先民他对这个洞葬选址非常的考究。第一是要够大，再就是要通风透气。那个上面有一个小裂缝啊，但是我们不上去了，我估计我挤不过去。可能从这边现在我们从里面撤出来了，这里面的场景啊，对于我一个土家族的人来说，确实是匪夷所思、触目惊心。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让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幕，感觉这次的旅行探险还是非常的有意义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摄到了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这处天坑曾发生耸人听闻的事故，200多年前10多人送亲队伍遭遇洪水，全部葬身此处，尸骨无存。这里是湖北五峰仁和坪清明天坑，几百米的垂直深度让村民不敢轻易靠近。我们受村委所托探底实拍，穿越坑底深潭时出现的黑影究竟是什么？小心小心！还有这只古老的绣花鞋。清明天坑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接下来大家就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下入清明天坑，一探究竟。在这个青冈树上面做好了一个保护站，现在安全下降，棒棒。哇塞，这里做了一个双点保护站，一神悬空啊！哇塞。清明天坑呢，就像一只地狱之眼呢，仿佛要吞噬一切的感觉。100米的绳子已经完结了，孟少杰正在给我送绳子。我们看一下下面，还是一个雾蒙蒙的深渊。今年发过大洪水，所以这个石壁上面被这个水冲石冲出来很多的新印子，继续下降。下面还要做保护站哈，感觉下面还非常的深，要不还做一个保护站吧。经过垂直200来米的沉降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复壁了。虽然说这下面还是看着一片漆黑，但是只有几十米就可以到底了。孟少杰给我送第3段绳子下来了，
你看到，我们在这里做好了绳结，继续下降。哇塞，一片漆黑啊！天哪！现在已经成功落地，这个地上还有刚刚丢下来的这个棕树，好累啊！3个队友啊，就已经成功下降到了清明天坑的第1品。这时候队友还在下降。外面有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会不会是个辣条？看一下。我差点踩到了。哎呀，我去！我的妈耶！哇塞，真的是个辣条，大辣条，看到了吗200多米下来，居然还有这个玩意儿，这是摔下来的还是爬下来的？这肯定是摔下来的。肯定是摔下来的。咱们从这个坑底的一些迹象来看呢，这个清明天坑呢，在今年发洪水的时候发生过堵塞，因为我们从这个盐签里面啊留存的这些树木残渣可以分析，曾经这个水位应该是淹得很高，而且是慢慢的退下去的。这个植物完全白化了哈，没有阳光的照射，在这个大天坑的底部，看一下这里有多少。这边也有，这个应该是一株大黄，小叶大黄。队友还在下降，看你脚下呀，那个活里面呢，活里面。哦，看到了，这什么品种啊？青蛇，白蛇传小青。这边还发现了一只剑鱼，蓝色的。反下来了，船吗？什么情况？出现了竖井，竖井了。已经做好了下降准备，现在有个人在下降这个小断崖啊，这一整山石头全是这种汉白玉，哇，很透啊！看这个，我们做点的这个石头都是非常透的。哎呦，很漂亮啊，奶黄色的，很好看。安全下降啊！这个绳子有点细啊，细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们筷子那个小头那里那么细。继续往前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这里有水哈，马上要走一个大上坡，这里面有很多泥浆。100多年前冲下来的八抬大轿，最有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存在这个第一个积水潭的这个下面，但是这上面呢已经布满了很多的碎石、泥沙，所以看不到啊。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沿着这个洞道继续向深处进。哎呀！老木小心！石头下来了，这个大乱石坡上来是一道狭窄的门，这边洞道开始变得宽敞了。哦，继续深入吧，穿越这个窄门。这个沉水湾都被冲进来了，这么大一个，这里就要开始走地道了。这地道，柳暗花明了吗？啊，出来了。哇，这是一个车冲进来了吗？天哪，
待会儿我们把它带出去啊，这些塑料垃圾不能分解。当时那个迎亲队伍5个人的骨头，我的天啊！水果，哇，好多哇，这不是水晶吗？全是宝石，哇，像冰糖一样。对呀、看这边这一大片全都是哈。对，哎，这个里面还有，哇，看这个，好漂亮啊！这边也有，这里面还有这种金色的颗粒，看得到哈，很漂亮。走，那咱们继续前进。冲瘪的水，可想而知这个洪水啊有多大的威力。哎呀，难搞哎！有一只玉狮子啊，是不是很形象？原生钟乳石，继续前进。这时候换老孟开线了。涨水了！哇，好大的水流！刚刚水在这里发生了堵塞，形成堰塞湖。这是一个密水洞。如果下来的时候还很完整，那么经过这里的时候啊，也会被击碎。看这里出现了什么？然后地下暗河，然后哇，好多红莲池城啊！这么大的水都没把它冲走吗？我查一下。哦，这个，进来看这个。什么？龙顶天宫。这里是一个小水洞，看一下，这个水是碧绿的深渊。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入口，可以通往水潭那边，那边好像就是龙宫啊。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封闭空间，和水潭通通，是一个小裂缝，差不多只有一个鞋子宽，然后这里下去就是这个水潭。这个不是好玩的呀！咱们从这边过来了，这里水潭在这里转弯了啊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小洞呢，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小洞。哇，这个八抬大轿应该是冲到了这个水里面去了。给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边洞道开始上清，那边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应该就是200年前掉落这个坑底的嫁妆，看到没？这是一个木桶，这是木桶，看到没有？这只有古代才有的哈，这种木桶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真的就是龙宫。对。哇，过来后这边上面发现了这里出现了一个龙宫，看到了吗？全是这样的大水潭，水底龙宫。穿过来。水底龙宫。这应该是沙漠的。哇塞，那所有的迎亲队伍会不会是消失在这个神秘龙宫水潭里面？这个黑色的是啥？是不是小巨蟒啊？小心了！我是观音之母。哎，没有通道啊！没有水好冷啊！我感觉水底像有东西一样啊！快点游，快点游！应该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黑影呢，就是冲下来的这种衣服，然后水流带着它在水底走。根据我们先锋邢俊宇在前面探路，这个龙潭前面呢就形成了伏流，有可能当时的这个
8台大轿啊，28担的彩礼和20多人的迎亲队伍，全部是冲进了这个龙潭当中。我们在这个边上呢，仅发现了一只这个黑色的绣花鞋，还有一个这个木桶的碎片。这一个传说呢，得到了验证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索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